嘿，大家伙早喽！7月1号星期六清晨，下雨了，雨还不小。刚出发这一段有连廊，所以咱们先拍摄一下这个视角。因为电池盒并不防水，我的新相机还在路上，期待。我已经研究好了充电方案，但是现在得在家里窗画个 PCB， 不会呀，从头开始学。只是改过别人的，不过他那特简单，他那就是一个5伏的正负的供电。如果自己不做充电的话，就等于说弄一个锂电池，弄一个盒子，然后呢，其实弄不弄 PCB 都行，弄会更好看一些。然后那电池到时候拔下来单独充电，这个研究这个事儿呢。今天回评论啊，准备了一小纸条，就是绩效贴。但是这东西淋湿了以后看不清，就花了，就水滴那个颜色。我尽力。还有就是有可能过程中会有收音的问题，就是这麦克风是一个小的点儿，那如果被雨滴糊住，可能声音就变得怪怪的，大家见谅啊。你看雨不小呢，啊，行，那一会儿聊啊，我要出连廊了。看这雨不小啊，屏幕上可能全是雨滴，抱歉啊，小伙伴们。咱们抓紧回评论。有小伙伴在评论区问我的 Strava， 然后我看也有小伙伴给他回我的用户名去搜索，说搜不到。但是是这样啊，我最近的几百部视频，每一部视频的描述区都是我的 Strava 的链接。可能现在小伙伴们不太爱看描述区了，还有问 PTC 那个背心官网的网址的，这个您搜一下，我给您说说我当时的经历啊。确实，它这个名字的简称会有误解，你直接搜 BTC 在 Google 上或者在哪儿会搜到比特币，但是想想办法呀。你看当时我就想，我也经历过这个，我搜完 BTC 因为当时我是知道有这个俱乐部的，我只是没背下来它的网址。那好，BTC 空格 running 或者大不了 BTC 空格 running club， 对吧？就肯定可以搜到，相信我。然后，一个小伙伴说跑步等红灯的时候突然晕倒了，摔倒，嘴唇还缝了几针，在医生的建议下住院做了全面检查，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个您真的不用太担心。第一，应该您还年轻；第二呢，就是人生这么长，总会有一些小意外发生。人不可能是一个精密的机器，永远不变。看周末真冷清啊，真的不用太担心。既然检查了没事儿，就相信科学。这就像那期我说，虽然科学一直是进步的，可能100年前的医学告诉您没事儿，搁现在看可能好多事儿，但是这个不能用这个来吓唬自己，相信自己，慢慢来，好吗？同样也有小伙伴说天太热了，不耐热怎么办？训练。这个如果您健康，您相信我，在训练这事儿上，我觉得我的这个观点还是值得大家想一想，就是跟自己硬干。你不能说是冒进，只是说对抗不舒服或者不高兴硬干。什么意思呢？你要说我受伤动不了了，我还硬干，那叫冒进。你要说我今天不高兴，不想去跑步了，但是我又知道理性的知道我必须得训练，那硬干这不叫冒进，这连激进都不算。但雨突然停了，我擦一下镜头啊。这个沿海城市真的是有意思。面对受伤的心理建设，说开始跑步这些年受过伤，总受伤，而且时间持续特长。其实是这样，我的理解啊，
跑步的人或者训练的人，其实没有谁每天身上哪儿都是舒服的。运动员也一样，他肯定是有一些积累的疲劳和伤痛，看您怎么看待它。如果您理解它是一个损耗造成的疲劳或者造成的疼痛，那就去克服它。如果它是一个急性期的损伤，就去休息或者去看医生。至于心理嘛，一开始都是沮丧的，就像昨天片尾我说的那个心理，一开始跑者受伤也是觉得哟，停一天就不行了，停一天就完蛋了。这种心理我也有过，有共鸣吧，小伙伴们？还有就是上下坡总跑会不会对膝盖不好？这个你想多了，真的想多了。您跑那点上下坡，其实不叫上下坡，真的。就算天天上下坡，其实也没事儿。就什么事儿对我们的机体都是不好的，包括你吃饭，因为你只要吃饭过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一工作，它代谢各种东西，甚至说摩擦都会让它损伤，然后再修复。那只要损伤再修复，就涉及到你不但是不动，你也得细胞也得生老病死的循环呀。它只要细胞分裂一次，它就少一次，这没办法的。别想太多。跑步完以后练腿部力量，练完以后腿特疼，第二天，但是明确的就是肉疼，都不能跑步了。我是这么想这事儿的，就是我不太建议跑后马上练腿部力量，只是个人建议啊。就是您可以先做力量训练，之后用慢跑代替放松，否则确实肌肉压力比较大。肌肉疼的原因就是说明它并不适应这个强度。像有些人说左边没事右边疼，或者右边没事左边疼，这也很正常，人不可能两边都一样的，对吧？并不是说一边疼一边不疼，疼那边就是有问题，不用太担心。总是120、110的心率跑慢跑，然后偶尔的想跑一些速度训练，觉得第一是冲不起来，第二是我听您说好像是要跑800米的一组，600米就开始掉了，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就像我昨天说的，所谓的以慢促快，其实伴随的是以长促快，就是您跑110、120的心率，我可以说基本没问题，但是坦白讲有点低。一般您要是既然你已经开始跑速度训练了，您肯定是想有好成绩，以这个为目标的话，最慢我觉得也得是135以上的强度，这是第一。第二，在这个强度下，那您想让您的速度课能够变好，您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才劝大家说，第一，单次的距离加长；第二呢，时不时跑一些自己行与不行之间的速度，或者说呢，不用那么激进，每一次都想能不能再快一点。这样的话呢，您可能用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您没有从小时候，比方上体校10几年那种积累的时间的机会，普通人都是只争朝夕。刚才相机没电了，这种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越长，电池衰减的越厉害，咱们这已经是高度使用了。有小伙伴说，评论区说儿化音的事儿，这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方言，我觉得方言是很美丽的。但是在录像的时候，其实我会相对的控制一些，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频道叫黑影 TV， 你要是没有儿化音的这个地区的小伙伴，就黑影儿就好了。这怎么总结呢？其实小时候就是一个语言习惯，想总结我也有一些小的不成熟的观点，比方说大的地方，或者是可能比较正式的东西，或者表示尊敬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加儿化音。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天安门、城门，北京的路，比方说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地安门，这些不加。那地方比较小，或者说
比较的平民化，像2环路上有角门，对吧？或者是南门、北门、后门、侧门这些，哎，加儿化音。然后再往后说呢，像比方说人，说北京人、上海人，像四川人、大人，这些都是不加的。但是你要说，哎，比方你看连环画上画的这小人真好看，就这意思吧。另外一小伙伴的问题特别对路子，说一开始因为减肥跑步，然后效果明显，之后想要成绩，开始努力训练加跑量，发现控制不住食欲，就跑得越多越想吃，让体重又回弹一些，这很正常，这就是一个坐标系，就是你的成绩是一条线，你的食欲是一条线，然后你的跑量是一条线，你的体重还是一条线，4条线。我觉得什么时候最舒服呢？300到350公里一个月的时候，食欲不会太大，能控制住，然后成绩不会太差，然后体重呢，因为你有这个训练量，再加上你还能比较容易的控制住食欲，也会比较低。但是呢，代价是什么？成绩那条线，我估计也就卡在2小时50到2小时55。你想再突破，月跑量400、500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跑量的增加，成绩的增加是缓慢的，但是食欲的增加是斜率会上升的。这时候你控制食欲的能力要求就越来越高，就越来越难，所以不可避免会多吃。但是你多吃的那个量是要超出你消耗的量的，因为像我跑1公里大概就是50到60的热量，100公里才多少，对吧？才5、6千。那5、6千其实就是你外边吃一顿大饭，可能就5、6千了，不开玩笑。所以就是这样，要么您就控制，或者说尽量控制，因为也不用太担心。比方说你在300公里的时候，体重是120，成绩是2小时50，然后你到400公里了，体重可能会涨到125，如果控制不住，但是不会一直涨，也就涨到125、127。但是成绩呢，可能是2小时47。但是如果您努力控制住了食欲，那成绩可能是，就是体重还是120，您跑量到400了的话，那成绩可能就变成2小时43，差不多就是这样。男性啊，所以什么事儿都是，为什么人们说过犹不及呢？但是呢，又有的时候不得不为了成绩的话。为什么切这视角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什么装备？耳机就是这个 AirPods Pro， 是第2代的，但是2代其实戴上去感觉上是没有区别的啊，版型上。然后戴一个帽子，相机的夹子，你们看到的第一视角就是这样的。然后衣服随便穿，这有一个心率带就行了。今天还是这双特步的160X， 一开始雨大的时候湿透了，感觉还行，鞋里不积水，也没有那种就是湿的布面的感觉，挺不错。行，那训练结束再聊了啊，加油干！哎，7月1号星期六清晨6点42，训练结束啊，最后一个训练日。跑了13公里，1小时06 191瓦，5分07的配速，心率138，步频196，这就是很轻松的慢跑，跟大家伙聊聊天。下周的强度日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正合适，一般这样节奏比较好。有时候下雨的时候跑在很空旷的公园里，没什么人的公园里，感觉还是挺好的。那想起一个小伙伴说的话，也印证就是我说，好些时候你的训练其实
总会带来一些结果，只不过可能对于马拉松这种项目是一个以年为单位计量的一个周期，可能1年、2年、3年、4年才能看到变化。往回看的时候，下雨的时候跑步想起波士顿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跑2小时56分多，几乎就和我第一次 BQ 那年的无锡是一样的，也是2小时56分多。这就是我觉得一些，不能说是迷信，可能就是一些奇妙的缘分，对吧？好些时候就是这样，什么事儿不用想太多，受伤也好，生病也好，或者说不期而遇的一些不顺利也好，都可以过去，都可以解决。跑步真的不是万能的，而且很多时候像我现在这种训练，其实它是万不能解决那些问题的，因为它也是生活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它只能说你跑到训练结束这一段时间很愉快，但是呢，给你身体造成的疲劳，还有你的早起的时间，这些你都要用更多的努力去弥补。比方说你要更努力工作，这样呢你能换来更多的自由，你要更努力的生活，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才不会因为每天的疲劳训练而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对吧？所以大家都加油干，一切都会好。努力的夏训，夏天就是会有不期而遇的大雨，会有高温，会有一些日晒时间长的一种眩晕。在这种时候呢，注意安全当然是最关键的。有的时候就是一咬牙就过来了，加油干，小伙伴们，秋天肯定就有好成绩了。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个训练日再见。